1年前，怀孕6个月的我被老公苏杰一脚踹下楼梯，胎死腹中。我也因大出血摘除了子宫。我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时，苏杰却和我提了离婚。而生我的亲妈跟我说什么？她说，女人就是用来生孩子的，你没生育能力了，就是废物了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耽误人家苏杰，跟他离婚吧，钱也别要了，好赖都是你的命，谁让你保不住孩子的？我一纸诉状把苏杰告上法庭，离婚分走了他30万，但离婚后，苏杰却和我那个亲妈狼狈为奸，将我逼得无路可退。后来，我换了所有联系方式，搬到新城市重新开始生活。谁知，苏杰还是找上了我。不过这次，我没有再把他拒之门外，而是给他打开了门。晚上10点26分，我处理完董昌峰的尸体后，拖着空行李箱打开房门，一抬头，却看到苏杰坐在我家的沙发里。我手里的行李箱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，额上也冒出了冷汗，但我还是强装镇定地问：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偷我家的钥匙？我有了钥匙来才方便啊，谁让你不给我钥匙的？苏杰依旧没看我，继续盯着手机玩他的游戏。放心，我还想跟你维持这种关系，不会让你那个小白脸发现我的。听到他再次称呼董昌峰为小白脸，我心里一刺，但没理会他，只是拖着行李箱往厨房走去。走到厨房窗边，一开窗，燥乎乎的空气瞬间填起我脸上的汗。我轻手轻脚地把行李箱扔到窗外放空调外机的搁板上，又挤了一坨洗洁精搓洗手上的血迹。外头不停地传来空调外机嗡嗡嗡的响动，聒噪的厉害。出来时，沙发上胡子拉碴，衬衣领上都带有油污的苏杰依然惬意地吹着我的空调，浑然不觉地玩他的游戏。苏杰是我前夫，1年前我被他家暴流产大出血，还失去了生育能力。我据理力争，得到了30万离婚费，但他不满法院的判决，一次又一次地找上我讨要那30万。为了让我把30万还给他，他不遗余力地和我的新邻居、新同事重伤我，破坏我的新感情，在网上散播我的谣言。我试过很多办法摆脱他，但警察警告没用，拘留他也没用，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搬家，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。我只能搬离了原来的城市，换了所有联系方式，彻底和原来的生活断了联系。可3个月前，苏杰还是找到了我。3个月来，他越发沉迷于和别人女朋友偷情的刺激，所以总不定时的来我家里强迫我。什么味儿啊？你买肉了？正好我饿了，去给我做点饭。苏杰习惯的使唤我，就像以前没和我离婚的时候。我收回冰冷的目光，了一声，打开冰箱，拿出了一块肉，木然的一刀一刀切成片，然后用大蒜给他炒了一大锅。把饭菜端上茶几后，苏杰不假思索的吃起来。看着他大口朵颐的样子，我冷不防的问：你要喝酒吗？苏杰闷声了一句，但很快夹肉的筷子在半空顿住。他疑惑的看着我：你让我喝酒？他的话让我一愣，无怪于苏杰这么奇怪，因为他以前只要喝了酒就会打我。我就是因为怀孕6个月的时候被他打得大出血，孩子死了，我也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，我们才离婚的。我怎么把这点忘了？他会不会察觉出异常，发现我做了什么？该不会是你那个小白脸发现了咱俩的事，不要你了吧？怎么，你还为那个小白脸伤心了？苏杰盯着我的眼神越发好奇。不要你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像被踩到尾巴的猫，突然恼火地冲他吼起来。董昌峰的事已经让我很难受了，
他怎么能这么无所谓的嘲讽我？你他妈跟谁横呢？苏杰愣了一下，跟着他就一膀子将我抡到地上。我被打得眼冒金星，嘴里涌出股血沫子，腥得过分。往日里被苏杰打的记忆跟着一下子霸占了我的脑子。40寸的婚纱照被当成工具，碎裂的玻璃片扎进血肉时的疼痛感。我被苏杰揪着头发往地上撞，昏天暗地的昏眩感和对死亡的恐慌爬满我心脏。我被泡在黏腻的血泊中时，如坠冰窖的浑身湿温的冰冷与绝望。我的身体抖成了筛子，瑟缩在地上不敢动。当我看到沙发底下的那把带血的刀子时，脑子却一下子清醒了过来。忍住，我一定要忍住，只有忍住了，我才能找机会杀了他。我瑟缩在地上，像以前被他打的时候一样。他摔了手里的碗，骂了声怂逼，然后把我扔到了床上。半小时后，苏杰的电话响了起来。死了都要爱，在寂静的凌晨分外刺耳。我像只死鱼般呆愣地看着苏杰光着身子在床边接电话，伴随着踱步的动作，他发福的肚子上肥肉一跳一跳的。我猛然想起2个小时前刀子割董昌峰的肉时咯吱咯吱的声音。苏杰肚子上的肉那么厚，割起来应该要好几刀吧。我在外面是给你跟孩子赚钱的，能乱搞什么？工地上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，我能跟谁乱搞？工期差不多10月份底就结束了，工程一弄完我就回去了，我赚的钱都是你的。苏杰耐着性子讲电话，同时狠狠的眼神警告着我不要出声，和那边磨了好一会儿才挂断。我早就知道苏杰又结婚了，之前有2次也碰上他现在的老婆查岗，但我没想到他现在的老婆竟然已经怀孕了，而且他跟现在的老婆讲话的语气明显比对我好。莫名的，我有些感伤。我问他，你会打他吗？他娘家人是不是也让他忍着？你做梦梦到过我们死掉的那个孩子吗？你想到他会伤心吗？我喋喋不休地讲着，但我的话似乎激怒了苏杰，他抄起手上刚点着的烟就朝我扔过来。妈的，你会不会气啊？我这刚有孩子，你提个死人干什么？我条件反射地抱起自己，我太怕苏杰打我了，但烟很轻，没扔到我身上，只是掉在了被子上，伴随着烧焦的味道，很快在被子上滋出个大窟窿，还在继续蔓延。你个贱货，发什么呆呢？还不赶紧弄灭了！苏杰冲我吼了一声，拿了茶几上的杯子冲我砸了过来。我缩着身子躲了躲，才用牙缸去接了一点水浇到被子上。因为被子湿了一大片，苏杰把湿掉的那块甩在身后，抱着没湿的被子很快便睡了过去。凌晨2点，我摸着黑爬了起来，关了空调，然后扭头看着眼前轮廓模糊的苏杰，纠结着要不要用枕头把他捂死，还是用刀子割开他的喉管。但思来想去，我不敢冒险。董昌峰是喝了加了6片地西泮的酒，彻底昏死过去，我才动的手。但苏杰没有喝酒，他明明是个嗜酒如命的人，这3个月来他却滴酒不沾，他也没有吃地西泮。他睡着的情况下，我喂不进去药，如果我用枕头闷他，他中途醒了反击，我根本打不过他。如果我用刀子捅死他，得保证能一刀毙命，而且得先把他弄到地上，不然血弄到床上太难清理了，会浪费我一床被子，洗不掉的血污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。况且万一一刀下去他没死，他再弄出点动静，我会被人发现的。我叹了口气，不甘心地躺回床上，直勾勾地盯着苏杰打呼噜的脸。凌晨3点，我再次爬了起来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灯光，
我一点点地用被子将他的身体包裹住，然后我悄悄地跨到他身上，但我不敢压着他，我怕弄醒他。呼噜呼噜的打鼾声衬得周围异常寂静，房间里也因为关了空调闷热了起来。我紧巴巴地瞅着苏杰模糊的轮廓，拳头攥得死死的。要不要试一试？万一在他反抗之前，我就可以弄死他呢？热。苏杰突然梦呓了句，我吓得一屁股从床上摔了下去，然后屏着呼吸观察他的动静，但他只是翻了个身，踹掉了身上的被子，似乎又睡着了。我小心翼翼地起来给他盖被子，刚盖上，他又踹了。咬了咬牙，我回到床上。凌晨4点，窗外有些亮了，房间里也变得灰蒙蒙的。我蹑手蹑脚地爬到沙发下面，摸出了那把沾着血迹的刀子，锁好洗手间的门，开了最小的水流，把刀子洗干净了，露出锋芒的刀子依然锋利无比。这是我3天前花12块钱在菜市场买的，割肉那是1等1的快。我攥着刀子，用力的手有些抖。逼仄的卫生间越发闷热，我摸出手机，借着昏黄的灯光上网搜索，如果要杀人，捅哪里可以一刀毙命。额上的汗不停地冒出来，我忐忑地等着搜索结果，但搜索结果显示内容无法搜索。我有些丧气，只能把刀藏到了洗脸台下面的柜子里。凌晨5点，天更亮了，我侧着身子盯着苏杰油光满面的面孔，依旧不甘心。凭什么他对他现在的老婆这么好，当初却那么打我？凭什么别的女人都有人爱，我跟的每一个男的却都是混蛋呢？凭什么？早上5点30分，苏杰的手机闹钟响了，他烦躁地摸索着手机，骂骂咧咧起来。操！怎么就5点半了？眼见着他要醒来，我忙闭上了眼睛。苏杰穿衣服的动静很大，而且嘴里也没消停。我听着那些动静不敢出声，继续装睡，但床突然被人踹了一脚，跟着一股刺人的寒意从我头顶浇了下来。我懵逼地坐起来，脸上身上都被水浇了个透，耳畔依旧响着苏杰不甘的咒骂声。睡你麻痹啊！老子6点上工，你个贱货还有脸睡！我抹了把脸上的水，跟着一个脸盆砸到了我的鼻梁。谁他妈让你关掉空调的？省你麻痹的钱，每次趁老子睡着就关空调。你的钱不都是离婚老子给的吗？操贱货！他骂着脏话，又抄起手边能够到的东西朝我砸过来。鞋、暖水瓶、我的包、沙发上的靠枕。徐红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下午就给你妈打电话，告诉她你在这儿。然后他看了眼手机，扔下这么句话，又去我包里翻走了一些钱，离开了。但苏杰好像忘了，我当初就是因为他威胁我要把我的地址告诉那个生我的女人，我才任他欺负的。我得快点找到机会动手了。我愣愣地看着安静下来的房子，忍不住想，如果我在苏杰第2天早餐里面下安眠药，他是不是就能死在工地了？这个想法让我很激动，只是深入思考的时候，我又意识到了问题。苏杰是包工头，他在工地上只指挥别人干活，自己根本不干活。他不上几十米的升降机，也就不可能从几十米的升降机上摔下来。我丧气地想着，不甘心地收拾了房子，还把空调外机搁板上的行李箱也洗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出门上班时，一开门却碰上了陈楠。他是我隔壁的邻居，也是跟董昌峰里应外合算计我的小三。哦不，确切来说，我才是那个小三。毕竟董昌峰以前是陈楠男朋友，董昌峰是他处心积虑为我准备的礼物。徐红，你最近怎么样？
陈南熟稔地同我打招呼，目光却借机往没关严的房门里面瞟。我知道他在看什么，他在找董昌峰。董昌峰昨天没和他联系，他肯定好奇董昌峰去哪儿了吧？还好，我冷漠回他，同时忍不住想，但董昌峰昨晚就死了，他再也找不到了。下班回去的路上，苏杰发消息给我，说他晚上要过来，让我给他买份烤鸭。看着手机上命令的语气，我心里不痛快，但同时我又很期待，只要他喝醉了，我就有机会动手了。所以我买了附近口碑最好的烤鸭，又特意去上次给董昌峰买酒的那家烟酒店买了瓶酒。冰箱里的肉也要解决掉，我又炖了一锅肉，同时研磨了6片地西片的粉末倒进白酒里面混匀了。苏杰这天比平时来得早，9点多就到了，一进门就四仰八叉地倒在沙发上，对着我伸手要饭。他接过饭，大约啃了2口锅里的肉后，他一边嚼着肉，一边问我：“这什么肉啊，这么腥？”我手心一紧，狗肉，味道这么怪，吐，不吃了。他把嘴里嚼着的肉吐了一地，然后啃起烤鸭来。但嚼着嚼着，他的动作就顿住了，目光直直地被对面架子上的烧酒吸引住。把那个酒给我拿过来，那是董昌峰的酒，他才喝了1点。要是董昌峰，我话没说完，头上就挨了一下子。苏杰用碗砸了我。董昌峰，董昌峰，你他妈有完没完？你手里的钱哪一分不是老子赚的？拿老子的钱养小白脸，还这么多屁话，妈的！不是，他说的不对。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还在上班，他的钱从来不给我1分。结婚后都是我1个月3000工资养家，离婚的30万是他赔给我的补偿费。不过我捂着头不敢反抗，只是拿了酒和杯子给他。苏杰打人向来这样，只要照他的话办，他就不会再动手了，不然他还会打你。况且我的目的本来就是让他喝那瓶酒。我给他倒好酒，他又踹了我一脚，滚远点，看到你就碍眼。我不作声，只是退到一边，看着几乎没动的那锅肉惋惜。可惜了，早知道我就多放点花椒大料去腥了。炖肉就是没有爆炒能遮掩味道。我眼巴巴瞅着苏杰抿了一口酒，手在口袋里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刀柄。苏杰嘶的一声，然后又抿了一口，噗地吐了出来。这酒怎么这么苦？你是不是贪便宜买到假酒了？他骂了一声，跟着站起来去抽裤子上的皮带。看着他的动作，我脑袋嗡的一声，忽的就把准备好的计划都忘了。脑子里蓦地一片空白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就想着不能让他抽出皮带来，不然我就完了。所以我趁他抽出来前，疯了似的拔出刀扑了过去。你去死吧！我像被逼到死胡同的疯狗，对眼前的人亮出最锋利的尖牙。我双手抓着刀，死命地朝眼前的人捅去。我将刀握得很紧，整颗心都是麻木的。我想让苏杰死，发疯的想。苏杰原本在抽皮带，看到我的反应才想起来反抗，刀子没扎进他心口，只是划烂了他的胳膊，溅出一串血迹。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冲我怒骂：“你他妈疯了！你想干什么？”可我眼睛已经红了，突然觉得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所以我又抓着刀朝他扎过去。他的眼神中终于露出了破绽，一轱辘从沙发靠背翻了过去，提着裤子就往外跑。我抖着手追了出去。走廊上的风燥得我身上的血发热，手上的血变得有些黏腻。你别过来！淡粉色的瓷砖上滴了一串血迹。苏杰在手忙脚乱地按电梯，同时防备地看着我。但就在我打算拿刀捅他时，隔壁2户的房门却打开了。一户是离我最远的那家老人，
另一户是穿着家居服的陈楠。陈楠看着我手里的刀，似乎惊掉了下巴。徐红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混蛋怎么又来了？半小时后，4个警察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挨个把我、苏杰还有目击者陈楠以及对门的老太太做了一遍笔录。苏杰说，徐红和我认识，我就是来他家吃饭的，他拿刀是跟我闹着玩的，我们没发生武力冲突。苏杰如是和警察讲，同时用商量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知道他在怕什么，他怕我把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捅出去，他怕事情闹大。他现在的老婆知道他在外面干的好事，我也不打算把事情闹大，毕竟被警察盯上，我就杀不了他了。我和警察讲，我刚刚是拿刀准备给他做剔骨肉的，只是他刚刚跟我开玩笑开大了，是误伤。不过显然警方对我和苏杰的口供不相信，所以警察又问了陈楠和对门的老太太。陈楠讳莫如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含含糊糊地对警察道，我是听到动静才出门看的，具体他们俩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。我又松了口气，对门老太太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自然不担心她，只担心陈楠。陈楠什么都知道，但他心里显然也有如意算盘，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毕竟把事情闹大了就意味着董昌峰就要知道，到时候他和董昌峰策划的好戏就没法进行了。这俩男盗女娼的狗东西一直在假惺惺地骗我，到现在他们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。警察做完笔录说要送苏杰去医院，因为我是伤人者，得跟着去付医药费。下楼的时候，陈楠一脸紧张地看着我。徐红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什么我有事没事？他分明就是想问董昌峰有没有事。警察看苏杰胳膊伤得严重，就把我和苏杰放到医院，又叮嘱了句不要发生武力冲突，不然事情不会像这次这么简单了，就离开了。苏杰捂着胳膊上的伤口，目送警察离开后，冷哼着问，我不在这包扎伤口，你给我1万块钱，这事就算了。我眯眼看着苏杰，难以置信他对我讲出这话。工地上容易磕碰，苏杰身为工地上的包工头，遇到什么大小事故都是他替那些工人出面的。但他以前不止一次跟我炫耀过，他替工人向承包商要钱，又替承包商安抚工人，替承包商压价，然后两头赚钱。他对赚钱向来有一套，对付人也有一套，不然他那么有钱，也不能在把我打得半死后，就用30万买到我和孩子2条命，还能把我扫地出门。苏杰，你跟我离婚后换房子了吗？你个贱货想干什么？他警惕又防备地瞪着我。我告诉你，别去骚扰我老婆，你要是敢让我老婆知道我们的事，我弄死你。我就是问问，我的钱都存了定期，你得给我点时间筹备。今天又出了这事，这几天你别去我那里了，省得让别人看见再怀疑你。我讲完怕他不信，又补充道，如果董昌峰知道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，你放我条活路吧。他嗯了一声，臭着脸又跟我伸手，那你给我200块钱，我先去药店买双氧水跟绷带，把伤口包扎了。又是钱，董昌峰找我是为了钱，他找上我也是为了钱。我把拳头捏得死紧，良久才拿出手机给他扫了200块钱。回去后，我用从董昌峰手上剁下来的拇指解锁了他的手机，果然陈楠又给他发消息了，你这2天为什么不回消息？你干什么去了？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了？我参照董昌峰之前的语气回他，你就爱瞎想，最近不是徐红的姘头在吗？我在容易露马脚，这几天刚好公司忙，我就跟同事出差了，乖，等我回去。但我发完消息，陈楠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我忙按掉，我和同事住一个房间呢，那我也要看
你拍给我看。老公，我想你了。我被陈楠逼得没办法，只能找了个董昌峰手机上的小视频存货发了过去，跟着陈楠再发来的消息就骚了起来。我忍着恶心陪他演戏，但聊到最后，他却不忘刻薄我一句：徐红那个蠢女人，连点钱都守不住，还得我帮着她跟她那个贱币壳子前夫周旋。你也早点回来，跟他把证领了，早点实施我们的计划。我还想年底跟你结婚呢。尖锐的字眼和陈楠平日里热心助人的形象格格不入，就像董昌峰平日里无死角的温柔，可聊天记录里却骂我脏老女人一样。沉闷的夜里，我想到自己身边的这些人，燥热的空气烫到了我的肺。5天后，苏杰如约而至，我一见到他就给他端茶倒水，还关切地问他：你伤口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少假惺惺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，以为说几句漂亮话我就不问你要钱了，想把钱留着养小白脸，门儿都没有。不是的，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我1分钱都不会少给你的。我把纸袋装好的1万块钱从纸袋里抽出来给他看，然后突然扑通一声在他面前跪了下来。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在董昌峰面前说几句话。董昌峰听说了那天晚上你来我这里吃饭的事儿，他怀疑我跟你的关系，跟我吵架了。你能不能去见见他，帮我解释一下？我还给你买了多维片，医生说这个对恢复伤口有效。我给你拆开。我颤抖着手把新包装的多维片的瓶子掏出来，当着苏杰的面拆给他看，然后把2片药和水递了过去。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可以多给你点钱。苏杰接过我手里的药片，不屑地白了我一眼，仰头把2片药喝了下去。见那个小白脸啊，那可不是1-2万能解决的事。你能出多少？我极力克制着兴奋的心情，看着苏杰喉结滚动，把药片吞下去，开心的几乎脸上的肉都在颤抖。你想要多少？我差点笑出声。10万？不行，20万就20万吧，老子的钱。你这贱货，别想留着老子的钱养小白脸。好，我给你取。我终于笑出声来。你个贱货，笑什么？苏杰冲我怒吼着，但我没理他，只是止不住的笑。杀掉苏杰，我只用了半个小时。我正打算处理苏杰尸体时，一串我倒着背都能记住的号码，却在午夜响了起来。生我的那个女人竟然找到了我，时间过分巧合。和苏杰离婚后，我就换了手机号，搬了家，断了以前的一切联系。那个女人不可能知道我的手机号的，但苏杰前脚刚来跟我要钱，后脚他就联系到了我。果然是苏杰的一贯作风，从没和我讲过他是怎么找到我的。我接通电话，手机里传出声，我的女人满含母爱的声音：是红红吗？红红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是苏杰把我的号码给你的。我瞥了眼地上充斥着铁腥味的人，我早该想到的，像苏杰这种人，想拿钱走人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会让我好过呢？红红，其实我要钱是吧？这1年来，我一个人住挺孤独的，一直没人陪我。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你过来陪陪我吧，我给你钱。好好好，红红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妈妈的。女人似乎很开心，说着虚伪又恶心的谎话。挂断电话，我回想着生我的女人跟我讲的话，忍不住的笑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别人的妈妈是不是也像她一样恬不知耻？一个常年只知道赌博，为了还赌债，把14岁的女儿丢给小混混轮奸，借以摆脱赌债；一个为了和女儿要钱，用女儿被轮奸的视频威胁自己女儿，把轮奸视频在女儿的公司传播的女人；一个为了和女婿要钱，骂被家暴的女儿是废物的女人；
有几个女儿心里会装着这样的妈妈？笑死了，她脑袋里装的是什么？挂断电话没多久，苏杰的手机响了起来，生我的女人发了消息给他，红红把她地址发我了。她是住这里吗？她之前都把我送进去了，现在怎么会这么好心想见我？她会不会给我下套？把她送进去说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她和苏杰之前狼狈为奸，她跑到我公司门口撒泼打滚跟我要钱，骂我不孝，然后我换了工作，她就拿出我14岁时被一群人侵犯的视频威胁我，还把视频散播的到处都是，而我恰是用那个视频把她和曾经迫害我的人全给告了。只是可惜当初没抓到在背后给他出谋划策的苏杰，他被关了1年，如今一出来又开始重操旧业了。我用苏杰的手机回他，你觉得呢？我跟他要钱，他砍了我一刀，还报警抓我。你觉得你堂而皇之的过去能要到钱吗？徐红比你想的很多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在里面关着安全，现在我出来了，那些讨债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的，万一他们给我制造点什么意外，我可怎么办啊？红红肯定不会管我的，所以咱们得合作。这些日子我偷偷配了他房子的钥匙，我走之前把钥匙藏在他家门口的消防栓里面了。明天你用那把钥匙溜进他房子里，把银行卡偷出来，然后我想办法破解密码，咱们分钱。你怎么不偷他银行卡？我偷不方便，你偷就算被抓了，不还能帮你躲那些催债的人吗？记住，千万要避着他小区的监控，不能让别人发现你进过他的房间，千万不能让他抓到把柄。我现在把每个监控的安装点、避开监控的方法发你。行。第二天早上我出门时，恰好碰到了陈楠。徐红，你最近感觉精神状态怎么样？对了，我之前给你的安眠药和抗抑郁药还有吗？要不要我再帮你拿点？我看着陈楠好看的月亮眼微微弯起，笑得那么人畜无害，但我实在冲他挤不出笑来。不太好，那天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快被苏杰那个畜生逼死了。还好董昌峰这几天出差了，不知道苏杰的事。陈楠，你不会告诉董昌峰吧？我突然抓住陈楠的手逗他，他被吓了一跳，连连跟我保证不会。可是徐红，要不你报警吧，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那个畜生万一缠你一辈子怎么办？他闪躲着眼神对我循循善诱，但我又讲出了第一次和他求助时讲的话。不行，董昌峰会发现的，我不能让董昌峰发现我过去的事，如果他发现了，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。我这几天听苏杰那畜生跟他家里打电话，他现在的老婆快生了，他应该要回去了。他一回去肯定几个月脱不开身，我到时候就能想办法摆脱他了。陈楠听着眼睛一亮，又对着我一通安慰，然后我们俩一起走到公交站牌等车。我目送他上的公交车走远后，我就折回了小区。董昌峰死的第2天我就辞职了，死人的事情警察早晚会查出来，这个城市也待不久了。晚上10点，我的门外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门偷偷揭开一条缝时，我一棍子抡了过去。来人眼神疑惑地看着我，一声都没吭，就在我面前倒了下去。我观察了4周，确认没人发现后，我把他拖进了卫生间，然后用防静电胶带封住他的嘴，又用钳子拧着钢丝捆住了他的手脚，然后我拿起斧头，一节一节地砍掉了他的手指。说白了，苏杰打我，我流产，我再也不能生孩子，都是因为他赌博害的。那些上门讨债的人一直说要砍掉他的手，可我等了这么久，他们还是不砍，还是让他一直赌，一直害我，都是些只会动嘴的怂货。生我的女人中途自然被疼醒了，她脸上身上都是汗，手脚拼命地挣扎。
他的手腕和脚腕被钢丝勒出一层又一层的血。明明当初6个月的孩子在我身上化作血水的时候，我分明心疼得要命，可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疼。你有后悔赌博，后悔对我做的那些事吗？我难得很好脾气地问他，他却没回答我，看着我的眼神只有惊恐。我有些失望，只能像他当初威胁我那样威胁他。我把苏杰杀了，警察可能很快就查到我，你帮我顶罪，我就不杀你，行吗？生我的女人不说话，只是呜呜地往后躲。我问你话呢，你躲什么躲？我气得对着他的头抡起了斧头，他吓得脸都白了，跟着眼皮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如此不争气的样子，气得我更想一斧子劈死他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他这样的母亲？我气急败坏地丢掉斧头，燥热地扇着风。现在天气太热了，冰箱又被董昌峰塞满了。苏杰只处理了一部分，没处理掉的部分，经过1夜的堆放，已经有味道了。再多个人，这地方就真不能要了，得尽快处理掉这些人，然后离开这个地方。毕竟董昌峰是跑项目的，我能用请假拖他公司那边，用出差拖陈南这边，可苏杰是工地包工头，1天2天不出工还能拖住。如果几天工地上一直见不到人，他那边肯定要爆雷，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。我正想着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拍门声。徐红，徐红，你是不是又被打了？徐红，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事啊？明明是十分关心的焦灼声，可传到我耳朵里，却不知怎么变成了：你个畜生，别动我的钱，那是我盯上的钱袋子，谁都不许跟我抢。听着那些矫揉造作的关怀，我拎着斧头走到了门口。也许是之前有经验了，解决陈南我更加干脆利落。生我的女人期间醒了过来，眼睁睁看着我的动作，吓得眼睛瞪得滚圆，被捆着的手脚又开始拼命挣扎。当我一记眼神瞪过去，他又晕了。处理完陈南，我抹了抹额上湿哒哒的汗，疲惫地瘫在地上走神。14岁以后，我就相信过3个人。第一个是苏杰，刚认识的时候，苏杰待我很好的，什么都顺着我，什么都帮着我，我觉得他是我这辈子的救赎，所以跟他认识半年后，我就跟他结婚了。结婚第1年，我们生活挺幸福的，只是1年后，生我的女人找到了我，威胁我给她钱，不然就告诉苏杰我的丑事。我起初受他威胁，每个月都给他钱，可我钱赚得再快，也比不上他输得快。他胃口越来越大，直到我1分钱拿不出来。他气急败坏地找到了苏杰。那天苏杰第1次打我，他骂我骗他，说我就是个婊子，给他戴绿帽子。我哭着跟他道歉，跟他解释我是被逼的，我是被害的。我企图保住我的婚姻，保住他对我的好。在我的努力下，那时我和苏杰的婚姻表面保住了，可实际上却名存实亡。只是我当时傻，天真的以为只要苏杰在我身边，一切还可以回到从前。所以后来苏杰再对我动手，打我打得越来越频繁，看我的眼神越来越鄙夷时，我都忍了。我傻傻的以为只要我忍下那些打，以前的苏杰就会回来，所以我一直挨着，直到他把我打醒，直到我看到他和生我的那个女人逐渐关系越来越好。他和生我的女人联起手来算计我，我才醒了。以前那个苏杰已经死了，现在的这个只是个恨毒了我的恶魔。我第2个相信的人是陈南。陈南是我搬到这个城市后第1个交心的人。我跟他认识源于他有一天敲开我的房门，我就住在我隔壁。我观察你很多天了，我看你经常一个人郁郁寡欢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然后他塞给了我一张小卡片，说他在一家心理机构做义工，
如果有不开心的事情，可以找他倾诉；有事情需要帮忙的话，也可以找他。我起初对他很戒备，因为经历过生我的那女人和苏杰，我不再相信任何人。可是陈楠真的很热情，很温暖。和他接触了一段日子以后，我还是忍不住和他做了朋友，跟他倾诉了那些沉重的过去。我太渴望温暖了，可我没想到他会利用知晓的我的过去，精心为我编织董昌峰这个陷阱，让我像傻子一样掉进去。董昌峰啊，就像曾经的苏杰一样的男人，无怨无悔为我付出的男人。我以为新城市是一座温暖的城市，我已经逃离了地狱。陈楠和董昌峰是真正救赎我悲惨人生的人，但我信以为真的幸福，从头到尾都是假的。陈楠和董昌峰根本就是个骗子团伙，他们专门针对生活凄惨又有点收入的人下手。一个负责让猎物放松警惕，一个潜伏在心理机构里当夜工，让还没发展成精神病的猎物在药物作用下催化成精神病，然后收网卷走猎物的钱财，再换下一个目标。本来他们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但偏偏碰上了苏杰这个意外。说来也是巧，多亏了苏杰打我，我伤了胳膊，找陈楠帮我包扎。只是那天事发突然，陈楠可能没见过别人受这么重的伤，他家里也没有现成的绷带，就条件反射的从兜里掏出纸巾，让我先按住血。而我看到纸巾包时，人傻了。那包纸巾和董昌峰前一天给我擦嘴时的外包装一模一样，不是寻常大牌子的纸巾，而是董昌峰在外面出差时带回来的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某某饭店定制的纸巾。他们是我最信任的两个人啊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所以几天后，我挑了个苏杰，不在的日子喊了董昌峰来，给董昌峰喂下了陈楠特意送我的地西泮。我原本以为俩人只是背着我偷情的，可翻完董昌峰的手机，我才发现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还傻傻的想为了他解决掉苏杰，我真是蠢透了。呵呵，我用满手鲜血的手扶着额，忍不住笑出声。我又在地上发了许久的呆，然后起来洗了个澡，把堆在房间里的人处理掉，跟着我快速收拾了行李，取出了卡上所有的现金，坐上了进藏的客车。15天后，警察冲进了我的新家，将我抓捕了。我有些不甘，又有些释然。逃了这么久，似乎也该结束了。面对警方做笔录时，我交代了一切，获刑是死刑。判决书下来那天，我特别注意地听着法官的宣判。他讲的是4人致死，在陈述死者死亡经过时，关于生我的那个女人的陈述是重伤，3日后溃脓惨死。拖了3日溃脓惨死的结果让我很满意，毕竟我14岁那年严重撕裂，下体溃烂化脓，整个人高烧一直在死亡，边缘徘徊的感觉我最清楚了。很开心，曾经祸害我的人都下地狱了，我的人生没什么遗憾了。